在各类产品广告中，你应该经常能看到这种视觉效果非常独特的画面。我自己经常分不清它们到底是实拍还是 CG 的。那其实，在影视行业，这类拍摄属于一个专门的领域，叫做 Visual Engineering 视觉工程。这是一种利用科学原理来实现各种精准复杂的运动控制，从而来呈现特殊视觉效果的一个综合性技术。那你要说人话，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实拍来拍出只有 CG 才能做出来的完美感。那其实国内就有一些专精于这种特种拍摄的公司。那这一次，云鲸 J5 扫地机器人和我们一拍即合，他们的科学清洁理念同样是深度运用科学原理来设计产品，以此解决清洁的根本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将和你一起第一次走进2家特拍公司，我们想来看一看这样的公司是怎么养活自己的。这就是我们这边见到杭州的一家装置拍摄的公司 MP Lab， 然后这就是老板超哥。您做这个行业得有多久了？我做广告摄影有10年，然后做这个项目是2年半。好的，我们就来看一下，你们工作室里面就有你们就是吃饭的家伙全在里面，都在里面。OK， 来吧，看一下。OK，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一个入口，我们2楼会有一个剪辑房，然后普通的工位，还有一些会议室。我觉得 MP 和我们公司最大的区别是对于向客户传递信息的思考比我们要深得多得多。因为产品的 demo 拍摄，所有的精力都要聚焦在一颗完美的镜头之上，所以必须让客户能够高效的确认并且及时调整，他们没有重拍的机会。我们发现他们的工作室，无论是2楼的剪辑房还是会议室，都可以直接透过玻璃来实时看到片场。那最离谱的一点是，他们居然为客户造了这样一个酒吧，我以为是好玩，但是后面发现放了一台回放的电视，那边拍好，几秒钟之后，客户可以在吃吃喝喝的同时看着接近成片的绚丽画面。毕竟每一颗镜头都是几个小时的等待时间，这个解决方案算是我没有想到，但是特别聪明的一点。因为 demo 的拍摄太耗时间太久了，所以说他们的体验是非常这点我觉得很值得学习，让他们微醺之后呢就没有要求了，或者说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很梦幻，都很梦幻。这里就是你们真正平时工作就在这块地方。对，是的。所以你的这个职业就是不用占特别大的场地，就相对来说还好，不像 TVC 这么大。是的。但是就细，这是什么？这个呢是一个旋转的装置。化妆品的产品经常会有把产品扔到一个料体里面的那样的镜头。假如用手扔，是永远也不可能扔到完美的那个位置的。那这个装置高速旋转并下落呢，产品永远都是垂直的，而且它是运动的。这个呢，咱们已经煮熟了哦，所以我没有开玩笑的，就你逗你，演的还可以。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通过用气去驱动它。真实煮的它会有一个是碳，另外一个是水汽会特别大。所以我以前在想，我们以前尝试过拍牛肉面那种，怎么拍都拍不出来。是，它就是需要特殊的道具去加持辅助它。这都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吗？对，自己研发，全自己，全。你们团队到底是什么人？就是有机械设计专业的人，然后呢有软件开发工程师，剩下的一些科班的。OK。超哥他们团队都是一些技术型的人才，虽然只有8个人，但是人均产值非常恐怖，比我们公司要高得多得多。他们平常做商业项目之外的时间，就会全去钻研还有实验各种视觉的效果。那像这个高频震动装置就是他们做的，可以让水面飘起来一层细胞一样的小水球，还有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滴水装置，居然可以实现让第2滴水精准砸在第1滴水溅起的水珠上面，从而形成这么一朵水蘑菇的效果，也非常酷炫。那这些装置在行业里面其实也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在一个系统里面联动所有的装置，还有这些机械臂。那比如你看他们现场给我们演示用这个云鲸 J5 扫地机器人来拍的这个英雄镜头，过去的扫地机器人大多都是用 CG 来呈现的，因为它是一个贴地的设备，非常难拍。但是在他们手里，你确实能看到他们拍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真实最重要。这是一套联动的系统，由一台主机械臂去向其他机械臂跟道具装置发送信号。所以它动的，我看灯也会动，对，机器也会动，底部的液体也会动，花的这个道具也会动，全部是在一个系统里面。
对，一个系统1秒钟之内。好，3、摄影指导。 2、1，启动。啊，那就这样好了。完事了。我们看一下你看清楚回放发生什么，没看到吗？就是嘣一下。哦哟，这你拍的李思维，可以直接给客户发朋友圈了。这个可以是花，也可以是客户的产品。虽说我跟李思维在现场体验的很爽，感觉几秒钟一个英雄镜头很轻松，但这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期调试之上。也正是因此，我们发现 MP-Lab 接项目的逻辑和传统的制作公司非常不一样。那比如明星艺人的美妆广告，往往会找到更大的制作公司来拍，但是拍好艺人本来就不简单，很难再花时间去单独磨这一颗一颗特别难的产品镜头。那这个时候 MP-Lab 就会站出来，能把这些单一的镜头给包下来，并且相对低成本高效率的拍好。这种已经把创意和技术前置化的特拍工作室，在这种场景能够赚到合理的报酬，也有着独特的技术壁垒。我们的理想状态是想把所有的这些动作都量化，就是能做到开一家 CG 公司一样的实拍公司。对，其实我们也畅想过造一个类似于黑盒子的空间，里面的灯光、摄影机等等都由机械臂来操作，而我们只需要把产品摆进去，然后在平板上选择灯光和运镜模板，一键就可以拍出一个英雄镜头。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做出来，这可能就是一个特拍公司他们的终极形态，应该是有概率被他们给实现的。那除了美妆，美食广告通常也会被客户要求用真实的食物来进行拍摄。那要完成各种精彩的美食画面，他们现在也必须量化自己的拍摄系统，来尽可能高效的完成。那刚好在杭州有一家经验丰富的美食特拍公司树品，我们也过去看了一下。像这样的特拍公司在国内2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并不多。这是我第一次来你们的工作室，虽然我们已经很熟了，认识很久了。你们有多少个人？我们现在大概30来个人吧，然后你们平均1年会产出多少条片子？ 100来条应该有。能带我们看一下吗？你们工作室里面是什么样的 ？Let's go， 走，这也是我们的后期，比较生活化一点，哇，配置都还是非常的高的。这里就是你们各种景，会有个实景。所以平常你们这边都是模块化的，都是可以拆的，对吧？对，可以拆。最让我吃惊的一点是，树品他们用着不算多的人手，居然能够保持 TVC 级别的超高产量，还能租下总共1500平的办公场地。那除了同样舒适的客户盯片区、后期工作室、实景棚、装置研发室一个不落，甚至最离谱的是还有这么一个专门造了的大厨房的片场，正经的用来做菜的，这我是第一次看到。就你们大部分的大一点的拍摄都在这里，对吧？啊，对。平常就是有食物造型师在厨房这边在做，然后操作的时候我们用机械臂啊，包括这些联动的一些特道装置。那个就不是景了，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可以做菜的地方。对对对。这话都说到这了，我决定把李思维的小零食送给树品，看看一块普通的面饼在他们手里会经历什么。首先，树品会专门有食品造型师这么一个岗位，往往是厨师或者道具师转过来的。那因为要呈现各种食材本身的质感，像巧克力的丝滑、炸鸡的酥脆，就需要造型师通过特殊的方法来进行制作或者美化，才能呈现出最为完美的拍摄效果。那有了食材，真的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和李思维才正经的开始体验美食特拍。你们这个也是自己研发的对吧？对，这是什么？自动筷子，就是为了让它更弹。然后这个连到那边可以操作调试各种的一个时间差都可以调。那这个筷子的运动为什么要用机器来做呢？不是人手它更有感觉吗？人手你停的时候可能停不准，所以它能够让我们效率更高一点。我们试试看。它有一种油润感，是这样吗？把它分进去。分进去，要嵌进去的意思，往里一点，挂到这么宽度差不多，这样子食欲感更好一点。主要手感很特别，你得试一下，李思维，你真得试一下。你就是不想弄了，你就不想弄了，就是你也得试一下，你也得试一下。每次不想弄了，就是你也得试一下，你也得试，你也得来试一下，这个太好玩了。其实逻辑上来说，这样多塞几个进去，然后碰碰运气。你把我刚刚做的节奏都毁了，你这种在这边要被开除。你这个太规则了，不真实。我们演示一下，看一下，看这个能抖。哦呦，又得重新挂了。哎呦，还蛮短的。哎，拍这种片真的很爽，就感觉你花了不多的时间，但获得了一个远超出预期的效果。高明的镜头。
体验完这些，两位老板还给我们分享了美食拍摄的心得。第一点是要拆分一道食物的制作过程，然后分别去呈现每一步独有的质感。那第二点是让食物动起来，像我们体验的这颗镜头酱汁四溅的样子，看起来就会很有食欲。那最后一点就是微距的拍摄特别重要，比如这个橙子在微距和普通视角之下，你看这个带来的食欲感就完全不一样。那运用了这些拍摄方法之后，李思维的泡面看起来确实贵了不少。所以大部分有条件的话，你们都会选择实拍，对吧？对。然后在实拍的条件之下，还要尽可能选择拍真的东西。食物本身的质感比较重要一些。可能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一片狼藉。对，每一次拍摄都是这样，对吧？然后以前都是人工清扫，就得有人在这边花很多时间来清理。但今天这个不一样，这次我们带来了这个云鲸的最新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你看它很自如的在这边进行整个擦洗还有清理。以往的话，其实会有个问题，就很多别的机器人都是没有下压的这种清扫模式。然后的话，云鲸他们用比较科学的这个理念来进行整个清扫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你会看到它有这么一个仿生手，能够非常聪明的能够伸出来，在外扩的同时仍然有8牛的下压力，这样非常的稳定，能够把这些污渍全部扫干净。它还有一个零缠绕滚刷，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它不会有那种头发缠进去的。你知道我最懂这个事情了，就是你没有头发，你怎么会懂？那就是因为没有头发，所以头发都掉在地上了，对吧？这样，对，它有这个空气动力学和这个锥形的这个结构，再加上15000帕的这个吸力，就吸得很猛，唰一下就高速的给它吸进去了，所以头发根本不会缠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就留在你们这里了。然后其实的话，可以再展示一些你们的作品，因为其实刚刚那个面只是你们的很小一块，对吧？微缩模型才是你们的重中之重。对。你这个可以吃的。所以就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巧克力广告，甲方说我要一个巧克力山，这种确实没有办法全部都用实际的巧克力来做了，对吧？对，我们就表面做一层有点像巧克力的这种质感的，然后大部分还是靠这种泡沫来把它做形状什么的。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镜头用的很有意思，你们大部分都会用探针镜头来拍，对吧？对，这种探针镜头跟它是一个双折探针，是一种下来以后像橡皮这样再探出来的，就是前望镜头。这种前望镜头的优点就是你可以在这种纵向空间很大的里面还是有点运镜的空间。对，而且可以贴的比较近，可以贴地，做这种山的飞跃的感觉。要做成他们这样的工作室，你得有个团队能够搭建这些模型、美术、摄影指导、导演，都得是自己人。而且像竖品和 MP-Lab 的机械臂高速机，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是自己全款买来的，这对小的团队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投资。但是因为他们在广告行业足够久，已经有了对应的声誉，所以有较为稳定的客源，能够保证成本能收回来。那也正是因为这些硬件和专业人员构成了他们的竞争壁垒，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垄断。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事，说明行业里面有的人能够在前期做更为充足的准备，而不再是一个草台班子现场想办法，他们也能因此获得更为丰厚的报酬，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慢慢得有一个一个这种细小的一个单一分支的工作室出现，然后才能有这种特殊的画面。这其实是很好的一点，就是以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个标准化的公司去钻得很深，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这次我们探访的这2家公司钻研的方向是不同的，但都在努力探索更多的视觉可能性。这些公司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就是那种纯粹的为了一个精彩的镜头绞尽脑汁，不断每天都在准备的那个状态，非常美好。我们也很期待后面能为大家带来一些更精彩的英雄镜头，我们也学到了不少。如果这次你也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更好了。所以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云鲸 J5 的支持。科学清洁就是基于科学原理实现清洁深度创新，比如传感器识别到颗粒垃圾后会主动减速增大吸力，零缠绕滚刷加上主动解缠边刷，实现了整机毛发零缠绕，加上行业独有的勒洛三角形拖布设计，缝隙、污渍、死角都不在话下。集成成袋还能动态烘干，你只需要3个月扔一次成袋就可以了。这都可以看得出他们不盲目堆参数，而是真正在解决问题。我也在想，如果有一天家里的清洁完全不需要人参与了，像这次这个拍摄一样，那就太好了，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事上，把清洁放心交给云鲸。那云鲸 J5 最近也在京东预售之中，在京东搜索云鲸 J5，独家抽限量价值2万元的阿勒泰之旅。那最后也感谢你的观看还有支持，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我们下次再见。